讨论能不能打，尤其是传武能不能打，别忘了一个前提，传武没有重量级。所以说，低看传武或者神话传武都是扯淡。大块头打小瘦子，这玩意就叫一力降十会。所有搏斗类技巧全部要求高爆发力以及足够用的力量，尤其是下半身爆发力以及核心肌肉群的稳定性和爆发力，剩下的才是技巧。而八极拳恰恰锻炼以上肌肉群，所以才有了所谓能打。再说招式，所有的招式都是需要力量为基础的，区别是需要的力量大小，这里不是绝对力量，而是你的对手的力量差。招式练得再多，不如一招鲜，专业人士例外。然后想进阶，是所谓拳理和步法。八极拳里有个省力的招式，你自己网上搜一下小禅或者叫金丝缠腕，也没准还有其他牛皮轰轰掉炸天的名字。好多人把这个技巧当作擒拿的反关节技，是错的。窍门是你的大拇指掐住了对手的内关穴。我见过某50岁同事一招小禅，他自己说叫摔快跤，把一个20岁小混混扔出去2-3米。当时真的感觉看到降龙18掌了，磨着要学，学了半天就疯了，大概1周没法用筷子。所谓扔出去2-3米是这么拧着，肌肉没法发力，超级疼，顺着他的力气自己跳了2-3米出去。再说所谓贴山靠，牛皮轰轰的名字，练到极高深，能把山撞倒，其实就是双手双臂护着要害，钻对家怀里撞人，杀伤力不大。杀伤力大的是铁山靠加上拳、掌、肘、膝、脚尖或者脚后跟，击打要害，你要贴上去，顶着个爆杆肘使劲撞。所以说八极拳的能打就是像攻城锤一样保护好自己撞压的。这时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八极拳要醒气了，那是憋足了气，就是你呼吸的气。想想你举重的时候怎么憋气，是为了靠肌肉和气压维持核心稳定，每一下都这么憋气，用尽全身力气打人，小心把自己憋爆了。所以需要醒气泄力。